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江风奥妙。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才2026年的5月，按理说很多地方应该还在享受春天的尾巴，结果呢，家里的空调是不是早就开始连轴转了？我前2天看了一眼新闻，国家发改委刚刚发出了一个预警，说今年夏天咱们全国的最高用电负荷预计要冲破16亿千瓦。这是个什么概念？这意味着为了对付今年的高温，我们凭空多耗费了一个相当于整个河南省的用电量。而且您上网随便一刷，印度那边已经热到45度了，每天都有人在街头因为中暑直接倒下。您可能会抱怨，哎呀，今年这全球暖化又严重了。但是事情远没有天气变热了这么简单。如果我告诉您，今天您额头上流下的每一滴汗，其实都跟100多年前一场抹杀了6000万人的大屠杀有关。您现在感受到的这股热浪，曾经在1000多年前直接把神秘的玛雅文明从地球上抹除，甚至世界上最顶尖的气象学家超级计算机里跑出来的预测模型，竟然跟中国古人说的赤马红羊撞在了一起。您还会觉得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夏天吗？今天我们就去看看那个被人类用神明来命名的气候幽灵是如何在历史的长河里翻云覆雨的。而这个幽灵在2026年的今天又回来了。故事得从几百年前的南美洲说起。大家想象一个画面，在秘鲁北部的海岸线上，那里原本是全世界最富饶的渔场之一。每到正常的年份，深海里冷水翻涌上来，带着无数的营养物质，养活了漫无边际的鱼群。渔民们靠海吃海，日子过得那是相当滋润。天空中有数不清的海鸟在盘旋，整个海滩生机勃勃，简直就是上帝赏饭吃的流蜜之地。但是渔民们在几百年的打鱼生涯中，发现了一个极度诡异的规律。每隔那么几年，大约就是在12月底，也就是圣诞节前后的那段时间，这片原本冰凉刺骨、充满生机的海水，会突然像被人在海底点了一把火一样，开始持续变暖。这种变暖可不是什么泡温泉的舒服感觉，海水一旦变暖，深海的营养物质就上不来了。首当其冲的就是鱼群。原本密密麻麻的鱼群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鱼没了，天上那些靠吃鱼为生的海鸟就得饿死。于是成千上万只海鸟的尸体就像下雨一样砸在沙滩上，烈日一烤，整个海岸线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腐臭味。原本富饶的渔村瞬间变成了人间炼狱，渔民们血本无归，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婆孩子挨饿。您想象一下这种绝望感，这是一种来自大自然完全无法抵抗的降维打击。那么面对这种每次出现都带来饥荒、死亡和破灭的气候恶魔，这群走投无路的古印第安渔民和后来的西班牙殖民者会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叫海怪，叫恶魔，还是叫死神？都不是。他们把这个现象用西班牙语命名为 El Niño， 这个词翻译过来叫做圣婴，也就是幼年时期的耶稣基督。朋友们，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也是最悲哀的一个反讽，一个每次到来都带走生计，让人饿肚子，甚至带来洪灾和干旱的气候怪物，居然被一群绝望的受害者用他们心中最高洁、最神圣的上帝之子来命名。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没有卫星、没有气象雷达的年代，渔民们看着眼前如末日般的景象，他们的大脑已经无法处理这种级别的灾难了。他们只能跪在沙滩上，对着天空中刺眼的太阳祈祷。他们觉得能干出这种事情的，能拥有这种毁天灭地力量的，不可能是凡人，不可能是普通的妖怪，只能是神，只能是那个在圣诞节前后降生的上帝之子在向人类发怒。这不是纯粹的信仰，这是极度的无力感。当人类面对无法理解的巨大灾难时，只能无奈地赖在神明的头上。而这个被渔民们无意中叫出来的名字圣婴，后来居然真的成了全世界气象学家通用的正式学术名词厄尔尼诺现象。
一个几百年前的渔村民间迷信，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走进了现代科学的最高殿堂。既然提到了现代科学，我们就得搞清楚这个圣婴到底是什么牛鬼蛇神，为什么远在南美洲的一滩海水变热了，会导致我们今天热得连门都出不去。朋友们，现在把整个太平洋想象成一个超级无敌大的浴缸，在正常的年份里，赤道附近总是在刮一种叫做信风的东西。您可以把信风想象成一把巨大的电风扇，常年对着这个浴缸的水面吹，把被太阳晒热的表层温水全部吹到了浴缸的西边，也就是亚洲、菲律宾、印尼这一侧。所以这边的海水通常比较暖和，而浴缸的东边，也就是南美洲秘鲁那一侧，表面的热水被吹走了，底下冰冷的深层海水就翻了上来，填补空缺。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那边鱼多的原因。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是地球打了个嗝，也许是太阳系某个我们还没发现的磁场变化，每隔几年，这把叫做信风的大电风扇会突然出故障，风力变弱了，甚至干脆停转了。这下可要了命了，原本被吹到亚洲这边的那些堆积如山的热水，失去风力的阻挡后，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轰隆隆地朝着南美洲那边倒流回去。这股几万亿吨的巨大热水团在太平洋上浩浩荡荡地向东移动，所过之处，海面温度疯狂飙升，这就是圣婴现象的真面目。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也就是 NASA， 给出过一个非常让人不安的解释。他们说，其实地球这些年吸收的温室效应带来的大量多余热量，有 90% 以上都被海洋这个巨大的海绵给吸收了。平时海洋替我们扛下了所有，把热量藏在深海里，但是海洋也不是无限容量的。当圣婴现象发生的时候，其实就是海洋觉得自己扛不住了，他决定把这笔庞大的热量账单直接提现，一口气全部吐给大气层。也就是说，圣婴不是凭空制造热量，它是把地球过去几年欠下的高温债务连本带利地砸在我们头上。您可能会问，既然科学家连这个机制都摸得这么清楚了，那我们的超级计算机这么发达， AI 这么牛，为什么不能提前个1-2年精准预测它的到来，让我们好提前准备呢？这个问题恰恰戳中了现代气象学最软的一根肋骨。在气象学界有一个听起来很文艺，但实际上让无数科学家抓狂的专有名词，叫做春季预报障碍。每年一到春天，不管您的气象模型有多先进，不管您的超级计算机算力有多么逆天，只要一去预测太平洋的海水温度，出来的结果全是一团乱麻。地球在这个季节就像是突然给自己拉上了一层厚厚的黑幕，对人类保留了最高级别的机密。我们人类能精准计算出探测器在几亿公里外的火星上着陆的每一秒钟，却无法在4月份算准5月份太平洋里的一滴水的温度。这本身就是一种细思极恐的事情，仿佛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在嘲笑人类的狂妄。直到今年，也就是2026年的5月中旬，度过了那个折磨人的春季盲区之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 才敢流着冷汗向全世界宣布，不用猜了，5到7月形成圣婴现象的概率高达 82%。 朋友们，聊到这儿啊，大家可能也感觉到了，这2026年的酷暑不仅仅是对电网的挑战，更是对咱们每个人体力和精力的巨大消耗。在这种双火叠加、气候异常燥热的年份，人的心火旺，体力透支也快，咱们除了要关注外部的大事，更得懂得如何护住自己的这口气。这里我想跟大家推荐一个我自己也在用的好产品，普瑞堂黑参。咱们中医讲，黑参经过9蒸9晒，去除了生参的燥性，属性更加温和平衡，特别适合在这种极端天气下帮咱们固本培元，提升免疫力，给身体打个好底子。如果您想试试，请一定要通过点击我视频下方的链接进入官网，在结算时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 JF， 不仅能享受全球包邮，现在还有特别福利，
凡是购买满$500的朋友，普瑞堂会直接加送一根高品质黑参，而且是多买多送。您的每一份支持也是对江峰继续为大家制作深度内容的莫大鼓励。好，广告回来，咱们接着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朋友们，接下来我要讲的内容可能会颠覆您对历史的认知。我们总以为人类的历史是由那些伟大的帝王将相、天才科学家或者是革命英雄来书写的，但实际上在圣婴这种地球级别的巨兽面前，人类文明的兴衰往往只不过是它翻身时掀起的一朵小浪花。我们先说说玛雅文明，这绝对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未解之谜。一个拥有着极度发达的天文学、数学，能修建宏伟金字塔的文明，怎么会突然之间在热带雨林里集体消失了呢？市面上流传着各种理论，有人说他们是因为预言了世界末日自己先跑了，有人说他们是被外星人的飞船集体接走了。结果呢，前几年英美两国的科学家组成了一个联合调查组，他们跑到玛雅文明的遗址，对当地的石笋和沉积物进行了极其精确的同位素测量，最后得出的结论让人大跌眼镜。没有外星人，没有诅咒，杀死玛雅人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圣婴现象的亲戚，由长周期气候异常引发的毁灭性大干旱。数据显示，在玛雅文明崩溃的那个时期，当地的年降水量突然减少了将近一半，干旱最高峰的时候甚至减少了70%。您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曾经辉煌的玛雅城邦里，祭司们穿着华丽的羽毛服饰，在金字塔顶端疯狂地向神明祈祷，甚至不惜用活人来献祭，把大批的青壮年推入被称为圣井的天坑里。但是天空依然万里无云，太阳像毒咒一样炙烤着大地，赖以生存的玉米大面积枯死，城邦之间为了争夺最后一点点水源开始自相残杀。最终一个伟大的文明就这样被漫长而酷热的旱灾一点一点地吸干了血液，彻底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如果说玛雅文明离我们太遥远，那我们把时间线拉近一点，在中国的清朝末年，圣婴现象曾经制造过一场人间地狱，那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丁戊奇荒。那是发生在光绪初年，也就是1876年到1879年间的事情。当时一场罕见的特大旱灾席卷了中国的华北地区，尤其是山西、河南、陕西等地。旱到什么程度？史书上记载，当时是赤地千里，寸草不生，井水干涸，河床龟裂。老百姓一开始吃树皮，吃草根，后来连观音土都吃光了。再后来发生了什么？大家应该能猜到，史料里留下了4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字：人相食。在那个时期，人已经不能称之为人了，而是变成了2条腿的猎物。据保守估计，这场由圣婴现象引发的大干旱直接导致中国北方超过1000万人饿死，2000多万人逃荒。您以为这就结束了吗？并没有。圣婴现象从来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的，它是全球范围无差别的绞杀。而这场绞杀在同一个时期，在地球的另一端演变成了一场更大规模、更令人发指的大屠杀。朋友们，接下来的这段历史，您在大部分的中学历史课本里绝对找不到。这是一个被西方主流历史学界刻意淡化，甚至试图抹除的黑暗真相。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叫做戴维斯，他写了一本震惊世界的书，书名非常刺眼，叫做《晚期维多利亚大屠杀》。在这本书里，戴维斯揭开了一个被隐瞒了1个多世纪的血淋淋的事实。在1876年到1902年的这近30年时间里，也就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鼎盛时期，强烈的圣婴现象引发了一系列全球性的极端气候。不光是中国的大清朝遭遇了丁戊奇荒，印度、埃及、巴西、非洲南部这些地方全部遭遇了史上罕见的大干旱和农作物绝收。但是戴维斯在查阅了海量的档案后，发现了一个细节：这些地方的老百姓之所以成百上千万的饿死，其实并不完全是因为没有粮食。我们以印度为例，当时的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当圣婴引发的大干旱降临印度，
土地干裂、颗粒无收的时候，印度的粮仓里其实是有粮食的。而且印度民间几百年来一直有一套自己的抗旱储粮机制。如果按照以前的传统，只要开仓放粮，完全可以渡过难关。但是当时统治印度的英国总督里顿勋爵干了什么呢？他坚定地信仰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他认为政府绝对不能干预粮食价格，更不能免费把粮食发给那些饿得皮包骨头的印度农民。不仅不发粮食，他还下令用当时刚刚修好的代表着西方先进工业文明的铁路火车，把印度腹地仅存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港口，然后装上开往英国的货船。各位，这是一个多么魔幻又恐怖的画面。一边是骨瘦如柴的印度农民成群结队地倒在铁轨旁边，另一边是喷着黑烟的火车，满载着本该救命的粮食从他们的尸体旁呼啸而过，运往伦敦的餐桌。当时的英国殖民政府甚至举办了极度奢华的宴会来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加冕为印度女皇。10万多名达官贵人在宴会上花天酒地，而宴会场外不到几公里的地方就是堆积如山的饿死者的尸体。戴维斯在书里沉痛地指出，在这30年里，因为圣婴现象引发气候灾难，再叠加西方殖民帝国残酷的掠夺政策，导致印度、中国、巴西等地死亡的人数估计在3200万到6100万之间。6000万人啊，朋友们，这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还要多得多啊！这是一场隐形的大屠杀，凶手不是机枪和大炮，而是气候。气候是那把无形的刀，但是握着这把刀并且把它狠狠捅进老百姓心脏的是那些西方的殖民帝国。这就是圣婴的历史战绩，它不仅仅是一个天气现象，它实打实地重塑了今天地球上的贫富版图。好了，历史的沉重我们暂时先说到这儿，现在我们把视线拉回到今天，拉回到我们正在经历的2026年。接下来我要讲的内容是我在查阅了无数最新气象报告和古籍之后发现的一个最让人头皮发麻的知识盲区。我们前面说过 NOAA 已经确认今年夏天圣婴现象正在成型，但是气象学家们给出了一个更加致命的警告，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今年夏天热一下就完事儿了。圣婴现象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叫做滞后效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年海洋像个疯子一样在吸收热量，酝酿风暴。这个时候我们体感上只会觉得异常闷热，但是它真正对全球大气环流造成毁灭性打击，比如引发超级洪涝、极端旱灾、毁灭性的飓风，往往会滞后大半年的时间。也就是说，这波圣婴真正的杀招很可能会在今年年底爆发，并且在明年的，也就是2027年的春夏之交达到最恐怖的巅峰。这不是我瞎说的啊！历史上的1997年和2015年的超级厄尔尼诺全部都是遵循这个先加热后爆发的致命节奏。现在我们把科学的报告放下，翻开中国古人的另一套密码本《天干地支五行图》。在我们东方玄学里有一个极其著名的历史大周期理论，叫做赤马红羊节。这个理论是宋代一个叫柴望的学者提出来的。他翻阅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现了一个规律：每当干支纪年来到丙午和丁未这2年交替的时候，天下必定会发生极大的动荡、天灾或者人祸。为什么呢？因为在五行之中，丙和丁都属火，午对应的生肖是马，属性也是火；未对应的生肖是羊，属性同样包含火土。所以丙午年被称为赤马年，也就是纯阳之火，火性最纯粹、最猛烈的一年。而紧接着的丁未年被称为红阳年，火借风势，是火灾蔓延、焦躁不安的一年。朋友们，您现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吗？今年2026年正是60年一遇的丙午赤马年，明年2027年正是紧随其后的丁未红阳年。中国古人认为2026年赤马年是点火的年份，能量极端纯粹，热烈而焦灼。这一年阳气过盛，必有旱魃作祟。
而到了2027年红阳年，这股积蓄的火气将会彻底失控，化作燎原大火，引发天下大变。我们把这两套语言放在一起对比一下，科学家看着超级计算机里的红外线，海温图说2026年海洋极端蓄热，2027年大气环流彻底崩溃。中国古人捏着手指算着天干地支说2026年赤马纯阳点火，2027年红阳大劫燎原。朋友们，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两套完全没有交集，相隔了10万8千里的系统，用着完全不同的语言和逻辑，竟然在时间轴和发展机制上严丝合缝，一分不差地重叠在了一起，指向了同一件事。这是巧合吗？您敢信这仅仅是巧合吗？还是说我们几千年前的老祖宗虽然没有发射过气象卫星，没有见过什么大洋环流，但他们早就通过对天地阴阳的长期观察，摸透了地球在宇宙中运行的某种底层代码。他们用赤马和红阳这种充满隐喻的词汇，精准地记录下了太平洋深处那只气候幽灵的活动周期。想到这里，您难道不觉得这比任何科幻电影都要让人震撼吗？说到这玄学和迷信，可能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朋友会不屑一顾，觉得这不就是心理暗示吗？对，玄学本身也许无法用科学证伪，但是人类一旦相信了玄学，这种信仰本身所产生的破坏力，有时候比任何气象灾难都要来得真实和恐怖。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再来看一个发生在近代的实打实的社会学奇观。这个奇观直接导致了整整50万个婴儿凭空消失。我们把时间往前推，回到上一个丙午年，也就是60年前的1966年，那一年的日本发生了一件让全世界人口学家都惊掉下巴的事情。如果您现在去翻看日本的人口金字塔统计图，您会发现一个现象，在1966年那一行的数据上出现了一个非常突兀、肉眼可见的巨大缺口。数据显示，1966年日本的出生率比前一年暴跌了整整 25%， 大约有50万个婴儿在原本应该降生的这一年被他们的父母强行取消了。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大灾难？是战争？是瘟疫？还是严重的经济危机？都不是让这50万个婴儿消失的罪魁祸首，是一个流传了将近300年的民间迷信。在日本江户时代的1682年，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江户大火，而在这场大火背后有一个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或者说是恐怖故事。当时有一个叫做八百屋阿七的年轻女孩，因为家里失火，跑到寺庙里避难，结果爱上了一个在寺庙里打杂的少年。后来阿七家里重建好了，她只能搬回家。这个阿七为了能再次回到寺庙见到心上人，竟然脑洞大开，趁着风干物燥的夜晚自己放了一把火，结果这把火彻底失控，烧毁了半个江户城。最后阿七被幕府抓住，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了。这个故事本身已经够离奇了，但是最要命的是，这个放火的阿七在供述的时候说自己是丙午年出生的。好家伙，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了。本来在东方五行里，丙午就是火上加火，现在又出了一个丙午年出生的烈火魔女。于是从那以后，整个日本社会就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铁打不动的迷信。丙午年出生的女人命硬，脾气暴躁，会放火，最重要的是极度克夫。这个迷信就像病毒一样，在日本民间流传了200多年，一直到了1966年，也就是上一个丙午年。虽然当时的日本早就已经是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了，新干线都通车了，原子弹都吃过2颗了，但是面对丙午火马女克夫这个古老的诅咒，全体日本人依然集体破防了。当年全日本的夫妻就像是商量好了一样，死活不敢在那一年生孩子，尤其是怕生出女儿将来嫁不出去，各种避孕手段全上，实在怀上了甚至不惜去打掉。就因为一个300年前的女人为了谈恋爱放的一把火，让1966年的日本社会陷入了集体的恐慌，硬是让50万个生命失去了来到这个世界的机会。大家想想这件事的本质有多么荒诞，
又有多么恐怖。今年是2026年，正好又是丙午年，大家可以算一算，当年那些顶着迷信压力在1966年幸运出生的日本人，今年刚好60岁，准备退休了。他们这辈子回头一看，哎呦，真得感谢850阿七啊！因为当年同龄人少了50万，他们从上幼儿园开始到考大学、找工作、买房子，竞争压力都比前后年份的人小了一大截，简直是吃尽了迷信红利。这就是人类社会最黑色幽默的地方。面对未知的恐惧，我们现代人真的比几百年前那些在沙滩上祈求圣婴的原住民高明多少吗？我看未必。我们一直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高度文明、可以掌控一切的现代世界里，我们手里拿着智能手机，嘴里谈论着人工智能，我们甚至准备把人类送上火星，觉得大自然已经被我们征服了。但是只要太平洋深处的那滩海水稍微往上调高那么几度，只要那个被称作上帝之子的幽灵轻轻翻一个身，我们这个自以为坚不可摧的文明立刻就会暴露出它最脆弱的一面。全球的高温、干旱的农田、狂飙的电费，以及那些深藏在我们基因里一旦遇到特定的年份就会被唤醒的古老恐惧，都在无时无刻地提醒着我们。在大自然无情而宏大的周期面前，人类永远只是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下次当您满头大汗地从外面回到家，打开空调，抱怨着今年这鬼天气怎么这么热的时候，我希望您能稍微停下来想一想，也许您感受到的并不仅仅是天气，也许您正在亲身经历一件已经在地球上重复了几千年，曾经抹除过玛雅文明，曾经重塑了世界版图的宏大事件，而它此时此刻正透过窗外的烈日静静地注视着我们。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聊到这里。您所在的城市今天多少度了呢？您觉得明年的红羊年，这个世界还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变化？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最后别忘了给个一键3连，点赞、转发、关注，这对我非常重要。我们下期再见。